Hello，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翠西闲聊。那今天真的是一期闲聊。那我收到过朋友留言啊，问我你是怎么护肤的呀？然后也有朋友想说，哎，当新手妈妈体验怎么样？那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两个话题。那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泡一杯茶，泡一杯咖啡啊，我们能慢慢聊。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我视频，你好，我是翠西，一个理性消费博主，欢迎你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我每周都有视频更新。那先聊个简单的吧，护肤啊，因为我的护肤步骤啊，或者说护肤用品啊，真的是非常的简单。那么我所有的这个护肤产品都在这个托盘里了啊。接下来呢，我就一一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都用哪些产品。好，那另外说一下，如果你感兴趣，我等一下要分享的日常护肤用品呢，我也会把它们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都是开价产品啊，非常的平价，非常的亲民哈。那首先呢说一下，我是一个在护肤这件事上比较懒、不太勤快的人，再加上本身呢我又没有什么很多的时间，我甚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哪怕让我去理发店剪头发啊，那些特别好的理发店，它会有一整套的流程啊，包括帮你洗头啊，然后坐下来剪，最后吹干，没有1个小时、2个小时是打不下来的。我觉得这种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很受不了了啊！我一般就想去那些特别快的理发店，不用洗头，然后半小时就剪完的。所以呢，在护肤这件事情上呢，我也是能快则快，能省则省，能简单则简单。好，那我每天的护肤步骤呢是这样：早上起来我就直接用清水洗脸，因为早上我觉得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脏东西啊，尤其是现在年纪上去之后呢，脸上的油也少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说一觉醒来满脸油光，还需要用洗面奶洗啊，现在我就完全不是，清水一洗擦干就好了。那么早上呢，我就会涂这一罐，这个非常大的一罐，然后里面的这个膏体呢是这样的啊。我以前是用的这一款这个 CeraVe 的这一款日霜，那么这款日霜呢，它是自带防晒的。我用下来呢，就是感觉还是喜欢单独功能的，不太喜欢把它们这个比如说保湿和防晒放在一起的产品啊。所以那罐用完之后呢，我就买了这个。面霜之后呢，就是防晒，我用的是这一款。那么这一款我觉得在欧美的一众防晒里面算是比较舒服的啊。不过我觉得我用完了之后呢，我还是会用回我之前比较喜欢的国产防晒啊。这一款欧莱雅之前的双11囤货，还有就是这个怡斯汀啊，我也是海淘寄过来的。美国这边应该也有怡斯汀，但我不确定他们的这个版本是不是一样。然后再偶然呢，比如说我今天好像心情特别好，想起来了，我会用一下这款 RC 的眼霜。我这里还有一罐已经就是挤得差不多了。这个就是眼霜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在眉间再涂一点，然后这个眉间这里呢，我是有比较厉害的这种眉间纹，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皱眉的人啊，经常别人说喜欢皱眉的人是什么，就是很 skeptical， 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我要怀疑一下。那我的确可能是这方面算是一个比较会操心的人吧，所以就眉间纹还是挺厉害的。你们其实现在看我镜头里面，很多人说你镜头里面看起来状态很好啊，不不，我这边放一张素颜照，就是完全不开滤镜，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啊。那其实镜头里面的话呢，一方面是有灯光打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索尼相机呢，它也是自带有一个滤镜啊。然后后期比如说你在剪视频的时候，也可以再继续调那个滤镜。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会，其实有的时候也很矛盾了。我还是比较希望以一个自然的状态啊呈现在镜头面前，但是你们认识我的人认识我了，对吧？那不认识我的人，你作为一个做视频的博主，你还是希望会有更多的观众来看你嘛？那这个就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也不得不说。把自己呈现的稍微符合当下的一个审美趋势啊，那我就承认啊，我是会开一些滤镜啊，或者是至少是磨一下皮吧。所以你们其实看到我的皮肤啊，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皮肤肯定是没有镜头里面那么好的。好，然后呢，就是到了晚上，那晚上呢，我会先用这一个 Zero 来卸妆。这个 Zero 这个牌子的卸妆膏啊，给大家看一下，它打开的话呢。里面是有一个这种塑料的小盖子，然后盖子里面有一个小勺，然后里面的膏体呢就是这个样子。这一罐我已经快用完了，我觉得它的肤感就跟 Pharmacy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呢它的价格好很多，经常会有像6折的优惠啊。
我一般就会趁6折的时候就会囤很多。我给你看，我这边囤了好多，这里有2罐啊，这一罐大小是跟这个一样的，然后还有，还有一罐这么大的，所以我那次打折的时候是囤了4罐啊，有最大的，然后中等的，还有小的，各自它们有各自的这个功能啊，但我觉得这些功能无非就是个噱头。我就是买来觉得这个颜色很多啊，看着有点高兴。其实卸妆膏，你说你涂它什么功能？不就是涂个卸的干净，对吧？好，接下来呢，洗面奶我用的是这一罐，这一罐非常的大啊。然后你看一下，我这边都是已经扁进去了啊，这罐快用完了。它的质地是一个啫喱的质地，是非常的温和。我现在觉得它有点点太温和了。我觉得这罐用完了之后呢，我会就暂时不回购了，停一段时间，用回那个 Fresh 的这个大豆洁面。那接下来的晚间护肤呢就更简单了，我就用这个 CeraVe 的晚霜，这个我是回购了好多罐了，这一罐还是刚开的。然后你可以看我这边有亚马逊的购买记录，上面会显示你上一次什么时候购买。它这一款里面是自带一些抗老成分的，我也不是一个成分党啊，它反正上面写的 Renewing Night Cream， 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肤感特别好，就是涂上脸吧，不油不腻，不拔干，但是呢保湿效果又很好，你第二天醒过来，你不会觉得脸很干，你脸还是软软的润润的，你也不会醒过来发现脸上很油啊，所以呢我就会一直回购这一款。其实我以前也用一些什么所谓的贵妇用品啊，贵妇面霜啊，但是这些产品呢，其实我觉得贵妇面霜这些东西它最大的好处在哪里？或者说你可以用的时候就能感受出来的好处，就是它的一个肤感和一个香味，它的那个调香真的很高级啊。那些贵妇产品你一用你就觉得哇，这个香香的我真的是好贵呀。那你说真的有多少用处吧？这个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护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你付出多少努力能够获得多少回报的事情。你比方说健身，我是愿意花时间的，因为我相信健身是你花多少力气，你是会有多少回报的。护肤呢，我比较的怀疑所以也就是可能也是自己给自己懒惰找的一个借口吧。好，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好奇的面膜啊，翠西你用不用面膜面膜呢，我也是用的，偶尔我有的时候买，比如说20片面膜，我可以用1年我真的想起来了就去做一下，想不起来了就不做。这个呢，我也给自己找好了借口什么借口呢？就是我近视眼，做面膜不方便每次呢，我要等到哪一天，我是比如说戴着隐形眼镜来，然后呢，贴一个面膜。如果我哪天没有戴隐形眼镜，我贴完面膜之后，我就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也不能干别的事情，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我其实平时真的挺忙的，我就没有空说真的就是静下心来20分钟什么事情都不干我总得要干点什么事情，所以呢，我就不太做面膜你也不能说贴了然后再把镜框戴上去。就不舒服嘛。那我用的是这2款那这2个呢都是这个国内还淘过来的。这个就是欧莱雅的一个，这个你们知道的人应该都知道吧？它就是一个什么玻尿酸，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它是那个膜布是干的，然后呢这里的水挤进去之后号称说这样的话比较的卫生我也不知道。这种面膜做完之后是马上会有一些效果，就是你整个的脸看上去很水润很透但是这个效果就是可能持续个半天了不起了。那如果我是晚上做的话，那这个效果最好的时候就是我睡着了没有人看的时候，然后第二天起来可能又没有什么效果了。这个我感觉有一点点对我来说就是自欺欺人，好像我做过面膜了，我好像是下过功夫了就是粉饰太平的感觉。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是一个也是当时头一热直播间里面买的，什么一个日本的一个院线品牌，这个一盒就是一次，然后这一盒差不多是要100块钱，其实还蛮贵的。它用的时候呢非常的有这个仪式感我这边找一点图给你们看看，我就懒得演示了。它里面有3样东西吧，然后就分次把它涂在脸上，然后最后有一个像一个纱布一样的把它敷在脸上。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美容院的一个院线
品牌嘛，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它步骤那么多，因为这实际上是你去美容院，然后你就躺那儿，然后一个人就在你脸上这么慢慢弄啊，弄个1个小时。你平时自己在家里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麻烦。好，然后呢，我这个盘子里最后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一个面膜仪啊，老粉应该都知道，我这个面膜仪也是给大家介绍过2次的。那么这个面膜仪呢，以前我是天天用，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换季还是什么，我就开始脸上有一点点蜕皮，我就停了。然后停了之后呢，我又开始用，但就不是天天用了，我就开始稍微让皮肤就是稳定一下，我可能就是3天用1次，然后1次呢也是红光照一下，然后呢它有个 complete 一个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它有4档嘛，然后就是反正就是红光照个10分钟，然后 complete 照个10分钟。好，那么这就是我全部的这种护肤产品了。那我跟大家聊这个护肤这个事情呢，一方面是真的有朋友问了，还有一方面呢，我经常在我的视频下面收到留言说，哎，你这个脸怎么看起来不太自然，看起来有点僵啊，怎么表情这么严肃啊，是不是冻脸了啊？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OK， 这个解释一下，有的时候你看到表情不自然、僵，可能是因为我很紧张。那我在录视频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个脚本啊，有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想，哎，下一句话是什么啊？那有的时候我太注意在想那个思路的时候呢，表情管理就不对了，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对着镜头的人，对吧？还有时候呢，我这个相机啊，电池会用得很快啊，我就想快点把它录完啊，然后我就会拼命的去输出，然后这个时候也不表情管理了啊。那我觉得最奇怪的一点就是，朋友们，我真的不是靠脸吃饭的，我没有必要去动脸，我连这个护肤品我都不太舍得去投入时间和精力，我为什么要去动脸？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吧，对脸这个事情看得有点太重了，就真的没必要。我们普通的人真的就自然而然的去接受我们一个老去的一个过程，其实蛮好的。如果你不是要去吃这口饭，你必须要去保养你那个状态的话，我觉得普通人大可不必啊。还有呢，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大家为什么一下子就觉得，哎，你是不是冻脸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冻脸这件事情在社会当中，或者说在我们这种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已经很司空见惯了呢？这就很奇怪。我就觉得以前我觉得整容或者说冻脸、医美这件事情跟我远得很，遥不可及。我觉得一般干这些事情的呢，一般就是要么他真的就是靠脸吃饭，就像我前面说的啊，要么呢他就是本来就很漂亮啊，然后他可能就是说想要维持住他的这个美貌。那我觉得这2点原因在我身上都是不成立的啊，这我又不靠脸吃饭啊，我也没有说特别在意自己的外表。我觉得我在频道里面呈现出来的很多状态都没有在给你们说，哎呀，快来看我，快来看我，我要维持我的美，没有吧？没有啊。我觉得我是一个博主里面啊，我的频道可能跟时尚稍微沾一点边吧，那就暂且是一个时尚博主。我觉得我是所有的这种时尚类沾边的博主里面最不时尚、最没有容貌焦虑、最不捯饬自己的。我就是大概齐的化一个妆，然后就录视频了。我的这个化妆技巧啊什么的呀，都真的不咋地。我当然也很惭愧，我可能真的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精进这一方面，但我真的算了吧，就放过自己吧。人，我越来越觉得人不是以前都是有个木桶效应嘛你要补齐你所有的短板，我觉得不是。人其实你只要在你擅长的地方持续的发光发热，不要去过分在意你的短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擅长的，什么时髦啊、打扮啊、化妆啊，我不擅长。我擅长的是什么？我擅长的就是非常真实的跟你们分享我的感受，分享我的看法这才是我这个频道很多人会持续不断看的原因。我相信你们看我的频道也不是因为说，哎，这个博主很时髦，这个博主很好看，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人说翠西你变好看了，翠西你瘦了、胖了、美了、白了。对，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方面的喜爱也好，但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呢，从来就不是一个时尚博主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希望是你们的一个朋友，或者甚至一个邻居然后我们就可以日常的非常自然的去分享一些我的消费观、我的省钱观，我们大家一起把钱呢花在刀刃上，花在心坎上这是我的一个
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和目的。好了，那护肤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养孩子啊。我儿子现在是2岁7个月啊，那么在这31个月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就是2个人自己带啊。我父母呢来过3个月啊，就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的第3个月到第6个月，他们来帮我 cover 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公公婆婆也来过3个月啊，是在孩子大概1岁多一点点的时候来 cover。那他们来的这段时间其实刚好是冬天啊，因为冬天呢，我跟我老公都喜欢滑雪啊，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些小的帮忙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没有其他更多的这个帮手了。我们没有找月嫂，我们也没有找育儿嫂啊。平时呢，周一到周五就是送 daycare 啊，就是托儿所。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啊，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感悟，有一些忠告，有一些建议啊。那感悟呢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顺其自然。第二个呢，就是妈妈的感觉很重要，有的时候甚至要以妈妈的感受为先啊。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忠告啊，忠告呢就是不要去加妈妈群啊。我知道有很多的这种社群啊、社区啊，不加啊，我就一个都没有加。然后呢，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们夫妻2个的心，不管是夫妻2个或者你的 partner 啊 ，anyway， 你们的心一定是要齐的，就是你们在很多事情上的观点是要一致的。那我们先来说感悟啊，那就是2点。第一点，顺其自然嘛，就是小孩啊，他尤其是2岁之前变化非常非常快，然后你不要太过焦虑，说哎呀，我怎么还是不明白他的需求。他这个状态到底是要怎么做？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他满足他的需求，或者让他怎么样？你就解决手头的事情吧。其实我觉得前期的这个育儿工作啊，更像是一个消防员的工作啊，就是救火灭火啊。这个时候出状况了，就去把它解决掉啊。哭了，看一下尿布啊，喂一下奶啊，然后不舒服了，稍微去哄一下，怎么样？就是当你刚意识到哦，原来他这个阶段是这个原因，我掌握了，哎，他马上就到下一个阶段了，然后你又要去掌握新的技能。如果你不停的在纠结于说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到底应该怎么从根本上解决，到底应该怎么解决了之后，它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可不必啊，你会把自己弄得很疲惫啊，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挫败感，所以呢，就不要啊，就是顺其自然，不要想太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我怎么样从根本上让他不哭了？不可能啊，小孩子那个阶段什么都不会说啊，他哭是他表达的唯一方式啊，那你只要在他哭的时候把他弄不哭了，你就可以了啊，就不要想太多啊。那这第一个，顺其自然。第二个呢，就是妈妈的感受非常的重要。我其实算是一个，你可以说自私吧，但我觉得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只有在自己快乐和幸福了之后，你才有能力去给到别人爱啊。就像飞机上面说了啊，这个出事情的时候，你是先把自己的氧气面罩戴好，再去帮旁边的人。那一样的，我其实就很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啊。我一怀孕我就意识到我不会母乳喂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只有不母乳才能真正的解放母亲。我这个观点可能是错的，你肯定很多人听着觉得你不对，没关系，我就是分享我的看法啊，你不一定觉得我是对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来，我就真的就是空出了很多的时间和自我啊。任何人家里只要有其他人，他们就可以去喂孩子啊，不一定非得找我啊。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的各方面的负担和压力就减小了很多。还有一点呢，我非常需要自己的睡眠啊，我觉得我不能够牺牲自己的睡眠。我如果睡不好呢，我会脾气很差。那这一点呢，我老公也是认同的，所以呢，我们很快，差不多在5个月的时候就让孩子去自己的房间睡觉了啊。那么中间有一些反反复复，比如说有sleep regression 啊，比如说半岁的时候啊，1岁的时候啊，18个月什么都会有一些反复啊，这都很正常。那反复的时候他哭呢，你就去看一下，稍微安抚一下。但是我们的底线呢就是2个，第一个不能把他从那个房间里面拿出来，第二个我们不能留在这个房间陪他过夜啊，这就是2个底线啊。你可以在里面待一段时间啊，安抚他。然后并且让他就知道 ，OK， 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了
爸爸或者妈妈就出去了，然后他等一下又觉得不舒服或者说不安的时候，我们再出现，就是让他告诉他 ，OK， 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空间里面，但是我们是在附近的啊。那么坚守这样的一个底线之后呢，真的其实你要知道，如果每天能有完整的8小时睡眠，你的生活是非常的美好的啊。你也可以说我比较幸运嘛，可能遇到了一个比较容易睡觉的孩子啊，那真的就是5个月到现在31个月，这个里面我们一直都是能够好好的睡觉的。好，接下来呢就是分享我的建议啊，就是夫妻2个，你的 partner 和你的 husband、你的 wife 和你一定要心是齐的，你们2个一定是在同一个立场上的，你们是一个坚定的队伍来去完成养孩子这个任务啊，你们不能是对立的啊，说啊我觉得应该这样，我觉得应该那样，那样是不行的，因为养孩子本身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啊 ，Let's be honest 啊，就是真的是不用去粉饰它，说啊这个好幸福怎么，我要幸福是幸福，累人也是累人的啊。那你们2个如果还有一些矛盾的话，那就会分散你们很多的精力在这些事情上面啊，不如你们一致团结，然后呢省下很多彼此之间的矛盾。然后呢，再把你们精力真正的放在养孩子上。那么有人就说了，你说的容易啊，这个我们之间的意见要怎么统一呢？那我觉得就是这样，怀孕之前你们俩就要把很多的问题先聊一下，聊开了啊。如果已经怀孕了，那么就是趁着怀孕这段时间还没有要养孩子，还没有要抚养他的时候，也把这些问题聊开了。这个问题呢，可以是很大的问题，也可以是很细节的问题，你们可以一点一点聊，越聊越细。越细越好，把所有的东西大家都，这叫什么 ？align， 就是找齐了。比方说，我们需不需要有人来帮忙啊？父母需不需要来帮忙？谁家的父母来帮忙？帮忙的频率是怎么样的？要不要月嫂？要不要育儿嫂？啊，要不要母乳喂养？对吧？然后呢，以后的睡觉是怎么弄的？啊，你是觉得在一个屋里睡，还是在2个屋里睡？啊，如果他睡觉睡得不好，我们之间是谁来做这个安抚的工作？然后呢，再比方说，小孩去托儿所啊，去什么样的托儿所，对吧？去这种比如说大型一点的连锁的，还是去这种小的 family daycare 啊？我们第一要义是什么？是让他吃饱喝暖，还是说想让他学一些知识？学一些知识，这个我是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吃奶粉的话，你是要怎么吃啊？你需要一个温奶器嘛？你需要一个奶瓶消毒器嘛？你这些事情呢，听上去非常的琐碎，但是呢，你聊得越细越深越好，你就不会有什么矛盾了。我们2个人的宗旨就是我们怎么省力怎么好，所以呢，我儿子喝奶粉喝的就是凉水冲的，没有温奶器，没有温水，直接就是室温的矿泉水，然后摇一下就可以喝了啊，然后喝完了半瓶放冰箱里面，直接冰箱里面拿出来，冰的就是喝了。因为医生没有跟我说你不能这样喂啊，我也去问过儿医说这样行不行？他说他只要愿意喝你就喝呗。Yeah, exactly 我们也没有说去买什么奶瓶消毒啊，没有，就是正常的洗啊，就自来水或者清水或者 whatever 洗碗机，反正你怎么方便怎么洗，洗干就好了，就是不用那么细啊，真的不用那么细。好，那对于已经有了娃的，你们之前也没有聊这么多啊，那你现在聊呢也不晚，因为养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后面还会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抉择啊。那这个人如果一点都不想跟你聊，完全不愿意跟你聊，那么我们给自己先拍拍我们的后背啊，拍拍我们的肩膀，说 OK，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啊，给自己先抱抱自己，然后呢，你就尽量想办法让自己能够轻松一点吧啊。如果家里的另一半既不能出力啊，也不能给你一些情绪支持的话，那你就先把自己照顾好，先把自己能偷懒的事情偷懒一下啊，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好，然后呢是最后一条忠告，就是不要加妈妈群。你看我到现在没有加过任何一个妈妈群，现在市面上的其他妈妈
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孩子在做什么，我一概都不知道。我有一天去daycare 接小孩，然后有一个之前 daycare 的妈妈来找到我，她是故意来找我的。我们之间因为没有联系方式，然后她听说我到这个 daycare，她就说：“哎呀，你怎么到这里来？”然后她就开始跟我说了一些什么 preschool 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一脸茫然，我说：“哦，原来是要这样子的嘛。”她说：“哎，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啊，是啊，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也没关系，反正又怎么样呢？我还好啦，我不是也就这样过来了嘛。就是我觉得吧，你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其实对你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的，你反而把自己弄得神经非常的紧张啊。别人家的孩子在干什么，跟你家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有人说，哎呀，你一点都不在意别人在做什么吗？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在做什么呢？对不对？我是我，他是他，我过我的生活，他过他的日子。那我的宗旨就是，我只要把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带到大就可以了。尤其是像现在这么小的阶段，我的每次去儿科医院体检，只要我的医生跟我说 OK， 孩子是正常的、健康的就好了。我不会去问他说，哎呀，你觉得我要多补充点什么营养吗？你觉得我现在给他吃这些有什么问题吗？不会啊，那就说明没有问题，对不对？就说明好啊，那可以了。所以呢，就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啊，轻松一点啊，你也不要去管其他的爸爸妈妈给他们吃什么补剂啊，你也不用担心说，哎，他们给他穿什么什么衣服或者什么什么鞋子，这个鞋子更有利于走路什么的，这都是商家给你的一些。我们理性消费的人真的是把钱和精力花在该花的地方上不要去搞这些有的没的。还有什么早教什么学习你说就2、3岁小孩，他坐一会儿就不容易了，还能学什么？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有人说你这就是鸵鸟你这就是鸵鸟头一低啥也不知道你以为你就好了吗？就胜利了吗？我在想，首先。什么叫胜利了嘛？我在跟谁比？胜什么？胜什么？人生就是一场体验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去跟别人 PK。当然了，现实一点来讲，以后升学那个名额是固定的，那你还是在跟别人 PK， 对吧？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就反过来看吧。你进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收入跟你整个人生最后是快乐的、幸福的，有必然的联系吗？好像没有。然后我是这么想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呢，一定要保有他的好奇心就是对新鲜事物要保有好奇心，新鲜的知识新鲜的事情都要依然保有好奇不管是多大的年纪。然后呢，要是有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心态不管是面对挫折也好或者是困难也好整体的一个心态都是要乐观的。然后呢，还要有一点点的韧劲就是说不能说我尝试一下失败了之后呢，我就放弃了。我觉得有这3点吧，有这3点在，你这个人这一生应该都不会太差你可能不会是出类拔萃的好，但是呢，你总是可以活得比较的自洽，活得比较的舒服就不能说顺利吧，但是你总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回来的尤其是10岁之前我真的不希望说给他有很多的这种学业上的压力。我觉得10岁之前就是一个小孩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卫生习惯好的一个跟人交流的一个待人接物吧。我觉得这些养成了之后，以后的一个升学呀、考试这些读书或者是工作这些东西慢慢就是一个水到渠来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呢，我就再稍微多说一点吧，就是可能比较，我不知道我的观众里面有没有再年轻一点的朋友恋爱结婚生子这些它其实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必需品有很好，没有也很好然后呢，你可以没有婚姻，你也可以有孩子，你可以有了婚姻没有孩子你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孩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你有责任心的
OK，我一方面跟大家说，尽量的去放松心态啊，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但是一方面我又想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是很需要责任心。这个我觉得是人生里面唯一一件你没有办法完全说我想把它撤回，我想后悔的事情。你一旦成为了父母之后，你这个一生都会生活在一个父母的一个角色里面，真的是就是成为父母这个身份吧，一旦穿上了就脱不下了。我觉得当父母啊，又需要什么？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耐心，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包容、宽容，也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智慧，还要有很多的勇气啊。我也实话实说吧，就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快乐的时候很少。尤其是在这个阶段啊，我觉得我每天都是一个碎片状的一个状态啊，总是觉得有一个东西在后面追着我、赶着我，我得去完成这个任务，完成那个任务，我常常觉得不自由我非常怀念以前那种特别特别自由的时候，比如说下了班我去逛个街、吃个饭，现在不行，下了班你要回家，你要接孩子，你要给他吃，给他洗澡，然后陪伴他，让他睡觉啊。只有他睡着了之后啊，你会有一些自己的时间。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真的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吧。我觉得我对周围的事情的包容度变好了，我更包容了。我能够更加柔和的去看这个世界我变得更有同理心了，我也变得更加的坚韧了，更加的坚强了还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实际的吧，就是我觉得我的效率变高了。我突然意识到，没有孩子之前，我是浪费了多少时间呀我现在就是抓紧一切机会就是见缝插针的可以干事情能干掉一件事情就干掉一件事情。好了，那么零零碎碎说了这么多，不管是护肤还是育儿大家有没有一些共鸣呢？那如果刚好你也是一个新手妈妈、新手爸爸，欢迎你留言评论分享你在育儿道路上的一些点滴心得。那如果你喜欢像我们今天这种聊天的方式呢，也一定要告诉我这样呢我们可以多拍几期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拜拜。